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常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我为什么要选择搭船到马祖？很简单，因为35年前我是中华民国海军少尉，我的心里面还住着那一个海军少尉。我今天想完成35年前曾经来过这样的记忆的梦想。第一次来马祖哈，那其实刚开始是有点排斥的，有点排斥的原因呢是怕万一有雾，然后就回不去了。可是当整个飞机慢慢降落的时候，看到这个岛屿，它整个的线条，还有海岸线的那个结构都不一样。那来到这个福澳港，我今天就是要等刘克襄。克襄呢，他过去是海军少尉，所以他坚持呢这次要搭船过来。整个泰坦，哦，这名字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哎，你解掉我。不好不好，真的啊我跟你讲，你的家的那个昨天在船上就开始录制录影，然后我现在，你现在加班要给我。我一直还是很好奇，你刚刚的整个这样一个晚上的船有没有晕船啊？有没有？哦，我这样讲，昨天晚上坐船的时候，对有4个正妹认出我来，哦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看那个船来接我。对哇，他们听得非常振奋。真的啊、因为我是个老水手嘛，老水手对对老水手讲对对是这种话，人家就有经验。有何况又主持浩克漫游，有权威，对不对？然后他们今天，你猜他们去哪里？第一个地方，第一个菜市场吃东西，我真的不晓得他们第一这边有什么。个来只为一个目的，蓝眼泪，蓝色的眼泪。对，这个季节对是那个东西是吧？以前来马祖哦，都不是去那个地方啦。嗯。但是因为你这一次第一次来，是。我待会儿哈，我们对先坐一下公车绕一绕，谁料是啊，咱来看旧村落，对，然后吃好吃的美食。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对，这个一定要。你不要讲会淡菜不？淡菜我知道，但是我淡菜是什么东西？但是就那贝壳。我还好，我以为你会讲什么蔬菜。切，你这种老外，麦当劳，你这种老外，马祖没有来过，我以为很多人我以前都问过人家淡菜是什么东西，炖饭啊，什么都有这个东西啊。真的呀，真的有。这边那个是假的啦，我这边是马祖是真的啊。好，不是假的，不是真的。待会儿哈，我们先坐一下公车绕一绕。你说绕个岛，哎，把南竿一下就绕完了。
这样绕岛一圈很快。大概1个小时吗？不会啦，不会那么久。所以这个岛很小哎。20-30分钟啊，它岛应该很小啊。哈。而且崎岖啊、山路啊都很多。是。你坐飞机它比较没有感觉，坐船来就看到远远就是一个山头而已。我喜欢看他们的菜园啊，对，因为他们那种自耕自食嘛，而且因为他们不是卖给人家吃的嘛，都是自己种、自己种的，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喷药。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生态有机。这好像是一个户外教学的一个区域。哎，你是当地人？我是当地人。那你在这边是以什么为生？就是到6月份可以准备做那个麦芽糖那个，现在就可以做。哦，你想到麦芽糖那个软的硬的那个麦芽糖。对，是。那个马祖也只有我一个在做。这个公车呢，真的是在岛上行舟。我相信呢，因为比昨天晚上客箱这样子从基隆到马祖来，应该还要更是波涛汹涌。不过呢，可以在这个公车上呢看到的居民，看到有很多的阿兵哥，当然也看到当地的老人家跟小朋友，跟一般的庶民聊聊。我觉得就能够从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马祖的一些的缩影。哪一个是姐姐？啊，刚刚谁说不会？谁会唱小苹果？谁说会唱小苹果？你会唱啊？吃一个给我。自己拿，好懒啊！你们要去哪里？啊？马冈啊？马冈还要去做什么？你看。我马上在等你们呢。那你们俩怎么那么厉害，这么会坐公车？没有带人都坐公车。哦，那你？真的啊？送你们，全家我的要不要？哎，太好了，不接受陌生人的礼物。我也一直希望你不要吃，为什么？我会想吃。哎，再见啊！饼干还我。不要。饼干还我。不要。再见，垃圾给我。不要给我，哎，你看你好那个哦。这芙蓉澳的名字挺美的。对呀，因为这边芙蓉很多啊，所以叫芙蓉澳。那我们来干嘛？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有一个朋友介绍啊，是这有一位本家姓刘的，是一个妈妈，她很会做一些很棒的美食。你说在地的美食？在地美食，对。花岗岩，这样漂亮，非常漂亮啊！美感就出来，都出现了。但我怀疑，这个房子这样子盖很不容易耶！你看光这个石头这么重，它这样要搬要，我觉得是机械的啦，但是可能是照古法，因为他喜欢用古法来做比较有意思。那这种花岗岩的打石，听说比较难打这种印章式的房子居然还有三合院的感觉啊！对，而且好可爱啊！这个应该是公祠妈妈那个拜大厅啊，正厅。拜拜的地方应该是这间吧？这里有一间，这里一间，它连着4间，应该是这间。OK。有人在吗？房子都他姓刘，你看。真的，上面有写。不要写我名字，刘克祥哎。看起来有点看得像的。当着国民年金来访卫视。OK。刘妈妈，刘妈妈你好，是。哦，你比我想象健康年轻。就听说你准备好吃的要给我们吃。我有准备好哪边跟里面包好拿出来。我们自己包啊？这个就是地瓜。OK。这是什么料？什么馅？花生、芝麻、猪油、小葱这样子啊。你也先捏一边。对，然后3个指头。3个指头。知道。3、
是一个好事。是粘的很差，你看，是，哎，真的不是因为我没有涂的够了，要涂够了，涂够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好，没关系，我们在进步中，这个也是机会。哎，刘妈妈，你是这边在地人吗？福州人，福州人啊？啊，你怎么会到马祖来？我来了73年了，多少？那民国31年，民国31 31年。 1940年代呢？我那时候就来了呢。那时候后来就日本战争了吧？对呀，啊，你是参加游击队是不是？跑来这里？没有，我只有7岁，因为我以前我的父亲在这个马祖，对，这里马祖以前不叫马祖啊，哦，也就叫听过这个名字，南哎，南竿哦。啊，有也听过这个是。 70几岁，你7岁了，70几岁啊？你现在80岁啊，80岁了，看不出来。我还会打牌，哦打麻将我最喜欢。今天被真的啊？好，那我们先赶快来。今天啊被你们留住了，人家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真的哦，一直在打电话。请问你是赢还是输的多？玩这个麻将看手气，看赢了手气天天赢，是哦，不是多就是少都会赢。如果一开始输的话，那就惨了。放下去就1分钟，好，大家就可以吃了。啊，刘妈，这就是我们做的嘛啊。对，长得比较丑的黄金饺、地瓜饺，福州话叫什么？感冒，感冒感冒啊，还是感冒比较好听。对，感冒听起来比较有深度。哇，这个很漂亮，这个要先拍一下，再吃哎。嗯，先拍不会冷掉，不会不好吃的，还是一样的哦。老酒面线我已经煮好了。老酒面线，对我一直听好多人说这边要吃老酒面线。老酒面线，老酒大面线，有酒哦，我要加那个大哦，大字，是因为你的菜叫大，我们的是一般都小，我一定要加大字对。蛋蛋哦，大那个大。我以为你的老酒面线要加老酒大面线，因为这个比较大啊。有蛋，它里面有这奇怪，我为什么老是都听错话？那我现在我们开始吃老酒面线。第一次吃到面线跟蛋混在一起的。嗯吃面线一定有加蛋，才会香味。有吗？吃我们包的水饺，那个什么的地瓜饺。请你试看看，一定比较难看，你试看看哎，跟你的怎么样？很好，好吃好吃，真的真的好吃。哇，比想象中的10倍的好吃。本来这认为已经很好吃了。哎，真的，里面那个花生哈，对，可是为什么要里面有葱啊？今天这个葱还加的少。对，葱点多点会更好吃，对不对？嗯，那个花生进来的话，因为它把那个咸味跟花生啊，其实不冲突，是2个分开，然后让口中里面2个同时很好的味道。我要特别找那个最难看的，因为那是我做的，我找难看的。有吗？我已经就修好了，我真的，我就等你修了。那福州话的很好吃或者好吃怎么说？呀好嘞，呀好嘞，呀好呀嘞，好嘞，呀好嘞，呀好嘞是什么？呀好嘞是很好吃。很好，呀好嘞，呀好嘞，呀好嘞，真的呀好嘞。比如说你今天来了这里吃了这个，你说哇很好吃啊，那福州话就哇呀好嘞。啊，很好吃。啊，我如果麻将拿一个牌，很好的牌，要怎么讲？福州话怎么讲？发财喽！发财了！这样好。我有襁褓了，啊，真的。我有清一色了。我有地瓜饺，黄金饺。谢谢刘妈妈。这个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对，如果是我现在拍那种照片哦，我就是这样拍。我会拍说，这个我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了，我跟他拍一张，跟他们一起拍遥远的祝福。现在哈要带你去那个马祖来这边当兵的人哦，是都离开之前都会去的地方哦。哎，那为什么他们来这里呢？有点到此一游这样的感觉。对，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你就知道。是，因为这边风景特别的漂亮，好美，地中海的风景。对，所以他们一定来。是。那他们做什么事呢？哎，你进去看就知道了。好。
好久没有来了。没想到这样的水。哇！这个还有气氛。是啊，黑猫老板，哈，对对，你好，哎，这个气氛实在太棒了，因为早期是战地嘛，对吗？对对是战地就是大家抽到金马奖嘛，是，一待就是2年到3年。对，来这边3、5个月就要拍一个预照寄回去，回家报平安。回家报平安。这些比较早期的，就是当时候的。对，60、70年代。那像这样子的话，是当时候你帮忙合成的，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说他这个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对。如果是我现在拍那种照片哦，我就是这样拍，我会拍说，这个我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的，我跟他拍一张，跟他们一起拍遥远的祝福。所以你实在是啊。哎，黑猫，我问你哦，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喜欢哪个动作啦？喜欢什么样子的动作啦？以前大概这种的姿势比较多。哦，这种就手放在那个腰间，然后很生气，我在抽中金马奖了。是，但是每一个人的姿势，大部分的姿势还不一定是正面的哦，一定要是45度。对，45度好像比较能够拍出某一种味道的样子。喜欢拍这个哈。对对，胸部的那个整个那种肩膀三角形这样子。对对。黑猫，请问一下，你们以前要执照，你们拍这个要执照嘛，对不对？对。你执照在哪里？执照在这边。哦，你还挂在这里啊？对对。我以为你会从抽屉里面拿出来。这边对，早期战地都需要司令官这边的土。哦，那张你很年轻的样子哎。对对。果然叫黑猫。哪一段？你看这里写的，早期特别是送给女友的照片上，还会为她写上爱你想你，在每个深夜的强烈字眼，为多少堂堂妻子男子表达了他心中最温柔的心事。妻子啊，记得妻子。去球都是190啊。浩颖，跟你介绍一位这边的摄影大师，曹祥官。哎，你好，是祥官，嗨，今天我们晚上要看蓝眼泪，就靠他了。哦，所以看不到的话，就找他变成就让他不要回来算了，就让他流着眼泪回去。今天你看得到蓝眼泪了。那个蓝眼泪是怎么来的？蓝眼泪它其实是经过专家的研究了，它主要是有2种生物，一个叫夜光藻。一种叫介形虫，夜光藻它虽然叫做夜光藻，对，它听起来像是藻类，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动物。其实它早期在我们这个父亲跟哥哥他们捕鱼的那一代，大概几十年前，他们就说已经有这种现象，已经在夜间捕鱼的时候，那个海岸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带状的蓝色的光。对，一大早出去捕鱼，是那个丁香鱼的网子是一拉起来，整个海底连网子跟那个丁香鱼，整个都是荧光的蓝色，哇哦，非常的漂亮。今天的话，大概是几点去看会最适合？天完全黑下来，那就这个时候了，我们准备出发吧，去非常马祖的地方看蓝眼泪。来，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啊，因为它这个在福澳港码头里面的水域，它比较安全，而且也比较封闭。它在那个角落的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闪闪发光的。那个应该就是介形虫。等于算是这是我们的初体验。对，先看这里，早期看到说看得到蓝眼泪它在发光的样子。有一些。哇，有了。有，哇，漂亮！这好像不太像圣诞女儿的叫声呢。是，但是真好看，惨叫。你看它整个，你不要搅动它，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点出来了。是，这词比较生猛，来，有没有？哇，这简直是阿飘快要出来的时候。对，那个没有阿凡达的感觉。哇！哎呦，我拍了好几张都不错哈。总算知道有看到蓝眼泪了，就不会留下我们的男人的眼泪了。好了，我们换个地方吧，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浪真的好看，对，非常神出鬼没，然后突然一条线、2条线就这样出来的。对，就是蓝眼泪，蓝色的这样慢慢的浮出来。所以现在是算涨潮的，还没到高峰，对不对？没有，现在应该是退到底，刚刚才开始涨。现在才刚开始涨。对，如果涨潮的话，水会一直到上面。哦，整个大山都露出来了。哦，哎，有，是，有了还是有，嗯，好看，有啊，这个可以蹲下来了，等待。我一直在学习那个从那个浪里面去抓那个眼泪掉出来的那一刹，那个线这个整个出来哦。可是那个它突然从水面这样子整个浪上来了，就抓到就出现了。对，拍到这一张我就很满意了，我就觉得可以回。哎，到马祖拍这一张就可以。这样好，很厉害。我等你啊，我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它那个变成蓝色海洋的时候，那就非常哇，那就不得了了。对，如果是风浪再大一点，是那整一整片，不一条线了，它就是整个海面，整个海面都是。对。我看到那样子的一线一线的蓝哈，身临其境的那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我觉得又有阿凡达那种蓝色带给我的那种冲击。那我是写了一首诗哦，哎，这首诗这样子哦。白天的蓝色是忧郁的，对。晚上的蓝色是温暖的，高山的蓝色属于珍珠，海岸的蓝色属于泪珠。一个人的蓝色叫做孤单，一群人的蓝色叫做幸福，然后也叫做马祖。后面这个要很恶心啊！对，后面那个稍微有点那个，一个人就叫幸福，在最后就要结束，很好，我就想到这样一段话，太棒了。我们这边很特别，是我们的守护神是蛙神哦，全马祖岛只有秦地有，是很特别。这个很巧啊，因为这边中国树产特别多，刚刚我一路都听到嘎嘎嘎的叫声，哦，那个就是绿色像树蛙，哦，但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北竿。我以前来马祖从来没有来过北竿，所以上次来也是在南竿。对，这北竿我有一些以前读过一些资料，然后印象里面北竿是一个比南竿淳朴的地方。不过我们今天一坐船过来，一感觉大概知道，也有从计程车的数量，从有没有 CP， 从巴士什么，对。哎，前面你看看这个，这大概是以前的渔船。是啊。这个老船长的毛哦，要修，有够重啦！哦哟，哎，哦石头啊，这过去的磅秤了哈。对。好像在吊我，磅秤我多少？怎么样？你对芹壁
第一个印象怎样？我以前看过照片，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这个石头城，然后非常的垂直的，然后建在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种地中海的感觉哈。台湾有2个地方哦，是我第一个就会想到要帮忙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当然不可能啦哈。是，但有一个地方叫做兰屿，一个地方就是芹壁聚落。那兰屿的话，它是人文生活，那我觉得芹壁是一个外貌，它的外貌就给你感觉说啊，这个地方非常独特，独特对。那事实上以前听说南竿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聚落，可是都被水泥化、商业化。我们昨天在南竿就看得很清楚。是，对。那我以前都在南竿的时候，哇，猛拍，他们就说你不用拍了啦，你到北竿哦，你就知道你要拍的百味了。我今天来这里，我看到真的，对，虽然在明信片看到还是困惑，还有担心都没有了，来了，看到它整个完整性还很强烈。而且呢，还有趣的，你看我们刚刚看了居民的合作，然后一路上刚走过来也有好多这样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那种政治的口号。可惜就没有看到杀猪拔毛。走啊，再找看看，说不定有。是。你看到不？有。这2间跟刚刚我们看到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整个街道，一间，漂亮。啊，你猜看看这一间是什么？我想看起来就像壁炉。拜托，不是啦。我们这间规间是什么会？你感觉得出来吗？这间哦，你猜不出来是吧？厨房。那你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你要重修这个学问。真的。离岛的啦哈，离岛的要重修学问。这个应该是一个鱼寮啦，我一看就知道，因为只有鱼寮会有这种烧炉。我另外嘛，这间什么？一看就是一个干妈店、杂货铺。老实讲哈，我也不知道。对，走吧，我们去看看，再看看。但是我就很好奇那个豪宅看到没有？你今日打到脸看都看到啊？对，几啊只塞。现在看到了，好像更是豪宅。是。我问一下这位大姐好了。是。大姐还是小妹？你好，不好意思，你是在地人吗？在地人。现在请教一下，我们2个正在猜一个问题，就是好几个问题好几个，对。第一个问题，我先问你。对，你贵姓？我们我姓王。好，我们有3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请问这间房子叫什么名字？不是叫用什么用的？功能。这个以前是我们这边的在地的鱼寮。鱼寮就是鱼肉的加工厂，不是丁香鱼是不是？虾米。哦，对，是丁香鱼那种黑皮啊，对。然后做丁香鱼，把它杀起来，然后再做，然后加盐嘛，对不对？然后咸的，然后这就是人家煮饭的时候那个配料用的，很类似的，有点类似樱花虾。类似的。鱼寮是公共空间嘛？鱼寮它是一个家族空间。家族空间。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一艘渔船，对，一艘渔船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家族的。是。那这一艘渔船的渔获回来，就会有一个鱼寮专门处理这个渔获，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芹壁这个地方应该有很多鱼寮吧？对，但是现在仅存的剩2个了。路口那边一个，这边一个。所以这个烟囱的话，就是要煮那个撒黑粒的。对。它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烟囱一定要笔直，它烧煤炭，它烟要够旺，火要大，那个黑味啊跟那个喜婆啊，就是刚才你讲的丁香鱼，煮出来不会软起，就会比较 Q Q， 火快一点，赶快煮完。跟家庭烟囱绝对不一样。知道。第2间呢？好，对，我们猜是那个杂货店，不是住家，它比较可怜一点。对，因为呢家里以前都是祖先留下来的嘛，分到的房子很小，你看它就这么一点空间。那而且这是背封面才能做这个木造的。那它就往外延伸，有一个多一点的空间可以使用。这样子。对。可是这是一个节点呢，你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是以街道而言，它是最黄金地段。如果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是。对。好，那我现在最后一个，那个豪宅。那是谁住的？村长住的吗？不对，38年国军刚来的时候就是住在这里面来当营房使用，算他们的那个守备的单位的那个长官住的地方。所以他写居民一家就是这样子。户户外，那也当过学校。
我们国民小学第一所的分校就设在这里。真的啊？对对。啊，传说中的海盗楼就是这间是吧？对，但是呢，我们这里当地人都叫它主任官邸。主任官邸，可是海盗楼又为什么会？这个8年抗战的时候呢，这海域是归日军在管。那日军呢，就是有一个单位跟湾精卫合作的一个单位叫新雅院。哦，听过。新雅院他就收编这个外面流窜的单位，然后司令就是南竿的林义和先生，我们这位就是主任，就是守这个海域。是。东海这里所有的船只啊，南来北往啊，对，他负责收这个过路费的。好，所以你如果把它叫做海贼王，保证会比海盗王更红。说的也是。这个名字应该要稍微修一下。人家有后代啊，我们如果这样讲，人家后代会不高兴啊。所以现在里面还有人住？没有，他也很好，他把它提供出来做公共空间使用。我想去看一下。对，那我们去走吧。我们走。哦，那你这边住很久了吗？我是这个村庄26年前的村长。26年前当村长，那你是24岁的时候当村长啊？没有，36岁当村长。可是不可能，别骗我们了，36岁可以啊，那垮比了嘛，下面够36岁，简直是不可能哎！哇，这个山路好看。哇，这简直比9份那个算什么？好看太多了。哇，这个房子大概多久了？它大概盖好了期限大概在30年的，民国30年的时候。民国30年。30年，我看比较新，60几年了。比较新啊，它比较新啊。这房子壮观。壮观。真的，一看就是豪宅。豪宅。对。跟一般我们住家不太一样。是，对。对。是，所以有一副就是那个有官样，然后真的是富豪之家的感觉。房子为什么建筑在这里？它是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以前的前面的房子比较低，它要越过这个房子看这个整个看过这样的海面，这个海面是，往我们右前方北上就到浙江上海了。啊，所以那边就是大陆了。对，我们前面的海域是东海，不是台湾海峡。对，是东海。所以说它房子垫高，对，在这个基地里面，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它视野最好嘛。视野最好。好，我现在带你看一样东西，特别的哦。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每一个都特别，这个真的是特别。门楣上面有没有8个角1个日？有没有？以上。这个就是8局旗，日本的8局旗。哦，外面是国民党徽章，里面是日本。没有，国民党是12枚，它是8个。它可以缩小啊。官邸它还有很特别的，你看哈。它这栋房子，你看有正屋的，对，跟我们其他住宅、民间住宅都不一样。是，对。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厌胜物。对，讨厌的厌，我们这里是也是哈，我们这里也是叫厌胜物，对。我问一下哈，这只是等于是正风的那种，跟那个金门的风狮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它的功能是一样，但不是风狮眼。但是好，我金门除了风狮眼以外，它房子中间也有这样的狮子。可是你这个狮子是面对，山，不是面对海。我们就开玩笑说嘛，是他管海嘛，对。然后这个山请这一只帮他顾。哦，这样子啊。莲姐，那我们这个地方离开之后，你建议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待会儿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蛮历史悠久的天后宫。美莲姐，这个房子真的是天后宫。这真的是跟我所看到的别的地方真的都不一样。我请问哦，在别的地方都是狮子，那这边怎么是一个青蛙？因为我们这边很特别，是我们的守护神是蛙神哦。全马祖岛这些青碧园，是很特别。这个很巧啊，因为这边中国树产特别多，刚好一路都听到嘎嘎嘎的叫声。哦，那个就是那个绿色像树蛙。但是非常可爱，非常漂亮。这是我听过在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刚刚台湾也有，但很少。就是，对，这边是最多的。神明哈，合个石。对。我们主神还是妈祖娘娘。是。这边就是我们铁甲元帅。但这个怎么会有那个中国树产？你在拜中国树产呐？这就是我们元神，他的元神。对，而且这树蛙青绿色树蛙那我们就是从那个它的江西水门庙，所以后面你搬那个石头就应该是树蛙啦，对，应该是树产啦，这是树产拍回来的，是，我们马祖话叫蛙，青蛙叫呛啊，呛啊，呛啊，以前叫青甲，
轻甲，然后轻甲比较不威武嘛，是铁甲比较威武，听起来是如神，对，就神明要铁甲。所以它应该叫就是蛙神哎。对。那我们因为以前常常被海盗抢夺嘛，妈祖娘娘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照顾我们，就请她从骊山来到我们这里当我们的守护神。哇，这个有意义多了。这样子，黑九段夜后头夜都没有它精彩，哎，我觉得它更能够结合到生活。我们今天这个北竿大概就要现在结束了。是，钱币应该是我自己认为在《浩克漫游》中拍那么多次、那么多集当中，一定会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当然，它因为它这个聚落的那个保持这么的完整哈，对，我是很难得看到的品质又都非常好。你看它整个几乎没有变化，是保持的这么好。从很多的样貌在下面走拍照，然后整个一个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阶梯。当然，这个阶梯实在今天爬的有够多了。突然发现今天老了一点了。对了，还好啦。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坐这里啊？你坐那里？不知道，因为我腿比较长。你腿比较长啊，跟你开玩笑啦。你对这个聚落，或者说你今天整个北竿的行程，你敢不敢吗？我觉得就是才是真正我想要来的妈祖啊，这个是聚落哈。可是我们刚刚在这样走的时候，你也看到很多的那个游客嘛。我知道你要讲的就是陆客这个问题。对，整个一阵风，然后喧扰，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旗滨就是有特色嘛，我觉得他应该是设法去面对现在旅游的问题要解决，他还是要保持这种完整性，就是后面是山，对，它的森林、它的聚落、它的田地、海滩这样的一个完整性，这很难得啦。对，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宝，我觉得他还是提醒他，或者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社区改造的那种不错啊。我遇到那个我们今天不是遇到那个26年前的那个村长，他很有见识哦，是，他是拒绝接那种团客哦，对，他只接受我们这样子，难怪他愿意带我们。那么热情，对，这样子在路上，两个长得帅。哇，咱拄啊为钱币安尼等安尼，还是，还在甲巴拉巴。是，你看那边有人在跳舞。奇怪，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呢？你看每一个人怎么这么好玩？从店面里面走出来，然后就在家里面的门口里面就开始随着音乐，靠近，阿伯在跳舞嘞。你看游客也在玩，你在跟他跟着嘛。够点没嘛？阿伯游客也跟着在上面去。来，我们是游客，我们就加入。跳了对于跳这阿伯这样搞真的会累，会喘的。20分啊嘞，跳了啊嘞，好多嘟嘟叭叭，今晚尾鱼都今晚变成飞机场啊。感觉很好。对，那中间我们在那个呼吸的时候，那个臭豆腐的味道真是好。我一直看到个阿婆一直拿着那个假臭豆腐那边回来。对，这个好，跟母夜叉一样。不是，可是他充满了快乐。他就在炸的时候哈，他就停下来，然后手上就拿那个夹子哈，就开始在这挥动。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人家买了再继续跳。对，他懒得再继续。真好笑。这就是野生葱，我要跟你讲。这是野葱。野葱，那跟一般的葱有什么味道不一样？对，切拿去煎那个蛋饼，好香。闻得到，非常清楚，味道差很多哈。我们也有人拿去包。这个就没有了，你们看。这个差好多，差很多。6点半，早上6点半。
我们已经来第3天了。对，而且我们待会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经过一个这是一个菜圃还是一个蔬菜公园？蔬菜公园啊，县政府前面的蔬菜公园。对，然后这个这样子很夸张，但是也很田园乐，但是这块蔬菜公园不是公有的哦？它是私人，只是把它规划整地出来。在这样的小镇有个蔬菜公园是非常好的。可是在城市那就争议很大了。有很多问题嘛。对，你这样采收一半的中间的那种有点残花败叶的那个画面，是不是都市人容许的？对。不过我刚看了整个的蔬菜，它的季节差可能跟台湾大概差1个月的时间。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现在还看到豌豆。那现在目前如果是在台湾的话，那桂林加豌豆，因桂林要加。对，现在刚好我现在看起来有点简单化这样子，包括它的高丽菜，包括它的一些蔬菜的种类，还有长得很茂盛的。对。咱今麦可能开始要准备吃西瓜啊，西瓜都给我剪了去。对，你看我们现在还穿着长袖，对，我知道台湾的现在全部都穿短袖了。对，还是有差哈。咱的水果没得叫，因在叫。哦，一定叫了。前面，它这个市场叫做介寿狮子市场，名字很特别的。对。你看这里有佛手，还有这种钢盔的那种螺，钢盔这种螺，钢盔螺，拉螺，就有趣。钢盔螺啊，这海钢盔是吧？钢盔鱼螺，海钢啊。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吃的佛手瓜，在这边是最多了。对。在台湾的话，像这样子的佛手瓜能长到这样子，在野柳我看到很少，现在越来越少，都被人家破坏了，刮光了。这里比较多这就是野生葱，我要跟你讲。这是野葱。野葱。在野地里面才长出来的。自己长出来的。对。那跟一般的葱有什么味道不一样？一般是我们那个种的。是。你只要拿去切，拿去煎那个蛋饼，好香。闻得到，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味道。有。那味道差很多我们也有人拿去包。这个就没有了，你闻看。这个差好多，差很多。这个今天要全部买回家了，回家就光吃那个蛋饼就不得了了。来，我拿起来。对，拿起来。这肉汤头很好，煮排骨都很好，然后再有点蛋花上去。对。这里有一家那个杂货店杂货要讲这里的。这个好。这个就是鱼面我们那天看到没有，在那个南港看到的。是，可是你说它是什么鱼？就是马家鱼。马家鱼。大条。我知道大鱼啊。大条。那你们的土豆鱼就属于马家鱼。对。鳗鱼是我们在地的。鳗鱼啊。哇，这叫短虾。好来。这张大家演讲的时候拿出来秀一下，这张会全场会哗然。这个做的比那个。你这一碗这样多少钱？65块。65块钱。对。它料比较简单它料比较简单。不过它汤头好。汤头比较臭清。看起来感觉有颜色，那个汤头才好吃。对，它是真的是好汤。这个就技术了。对啊。这样子一抠，而且好看的。这个口也来。是。就是。还有蚕豆。对。就是在地材料。这个时候有蚕豆。对。这个好，这个一定要吃吧。来，我自己拿。自己来，自己来比较好吃哦。自己来比较好吃。会吗？值得而已。对，蛮值得。哇，好丰富哦。没有位置，先坐下来啦。好，找到蚕豆了。还有什么？对啊，已经。他把当令的食材放进去，然后那个葱就是刚刚那个小葱，不是那种它的底面做有在地，全部完全是在地的食材啦。对，就那个米如果是以外，米的这个面条以外，其他都在地食材。这种里面做，我们在台北也吃不到，在台湾也吃不到这样的在地。那只有它这个地方，那旁边我们才刚刚经过太原，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就这个，对，这个就是激光饼，它是甜的还是咸的？甜的，甜的，然后它是咸的。咸的是里面有包什么吗？没有包啊。给我2个，给我2个。我要5个，哎，我对小的比较有兴趣，哎。那里面是什么糖？你们甜的是什么味道？是什么东西的甜？啊，真的就对了。来，完全就老面能吃出来的感觉哈。但是它的面团里面有甜吗？有放糖进去吗？你们再多买几个？你们买就是这样子。再给我小的3的，我再小的3的。到餐厅去它就有。对我担心等一下没有钱回台北啊，所以我只能谨慎的买。台北玩的。坐船啊，他现在坐船，两个会做生意。真的。叫我买激光饼坐船回去。你们就是坐船来的呀？他坐船来，我搭飞机的。我想坐飞机回去，所以钱要留多一点，不能全部买激光饼。到时候一堆激光饼要做什么？叫黑 B 的，对，我也喜欢看这个。那个叫体语了。好，这样来，对，这个在地的。Hello， 哎是，这萝卜那么小哈。这季节过了啊，最晚了，大人卖了，现在直接。你讲的北风尾的，对，北风北，而且是比较轻廉的，是。你的菜什么都弄好了，一般都是一把这样卖的。我是比较小个一点拿来卖，小个那也嫩，那比较嫩。哦，对啊。现在没有什么。啊，你要把它处理好。对，要处理。那你回家之后自己这样子一折。对呀。我可以折一下看看吗？可以呀，你不用刀就这样子。对，我跟你讲，你贴的那个，你就不用。这样就吃，这样可以吃了，我知道。就没有刀的那个味道了。啊，对。哎呀，阿伯，这个我们高丽菜啊，这高丽菜是尖头，我们一般都平的嘛。那这个是哪边种的？我自己种的。你自己种的？种在哪里？那有种那个蔬菜公园。那也种那边。哦，蔬菜公园。那边我不知道，蔬菜公园是我们刚刚早上来的，就是县政府前面那一块，很大那一块。可是你为什么把叶子剩下这样不把为什么不把它包起来卖呢？不是啊，叶子包起来，人家不要了。哦，人家不要啊。对，这个没有卖法。像这样的，他们家把它。你看，因为你今天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每天来采买都是最新鲜的。对，最新鲜。好，我买这个。你们都要买啊？然后我要买。然后我要买一颗多少？这一个多少？40块钱。哦，还没有想象，这合理。我真的没有期待说，前2天我根本没有期待说会买东西，然后回台湾。啊，我的感想是，我现在是要坐飞机来，我坐船回去，因为我船才可以拉很多东西呀，这才好方法。这个好方法，别人可都不知道，有的人飞机来。我下一次一定要坐飞机。这2天哈，对，3天2夜嘛，按你的感想心得怎么样？我觉得说哈，来真的是来对了。我觉得来你会固然感动，对，秦壁村，哇，那个人文史迹也很让人震撼。对。可是我觉得人生活在这里，那个菜园、菜市场，对，还有他们卖的那些在地食材做出来的那些特色东西，对，哇。我觉得旅游指南里面应该增加的是这些东西。是啊，这个岛真的不适合博弈啊，比较适合博人生，快乐的生活，而且可以住很久。对。下一次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上次有设定一个主题嘛，大桥，西螺大桥，桥的南端跟桥的北端。南端应该是西螺，云林，北端呢是彰化的溪州。对。桥下就是浊水溪。我们要建议那导演都涉溪而过。我南下，你北上来，然后你在路上那个水上方面啊，继续分开，彼此分开。我的画面要再空白，感觉要拍浩克漫游的完结篇了。好吧，我们走吧，搭船还搭飞机，我还有2000块，还可以买一些，真的。